美国真的会赢得对伊朗的战争吗？以色列未来的版图竟将出现惊人的变化，伊朗的未来命运将走向何方？而更让人震撼的是，有人预言中共政权也将步上伊朗的后尘，发生巨变。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我们将深入综合地探讨其中玄机。现在举世瞩目的焦点莫过于美伊战争的爆发，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赢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经历了一系列闪电般的军事打击后，昨天川普总统语出惊人的宣布，我们已经赢了，没有什么目标可以打的了。伊朗的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设施没了，导弹发射基地也没了。他的意思是，美军已经重创伊朗的军事力量，甚至将伊朗打回了一个世代。川普此言一出，仿佛胜券在握，美军大可以班师回朝。然而，战争真的结束了吗？美国真的算赢了吗？表面上看，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在2月末对伊朗境内目标发起了大规模的突袭行动。几天之内，隐形战机和精确制导导弹如暴雨倾盆，德黑兰上空火光连天，震耳欲聋。伊朗的空军基地在夜色中化为一团团火球，战机尚未起飞就被摧毁在跑道上。伊朗海军的军舰在港口中燃烧倾覆，几处秘密核设施在精准轰炸下尘土飞扬，变成废墟，连深藏沙漠的导弹发射井也被穿透性炸弹夷为平地。美军的打击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在极短时间内拔除了伊朗绝大部分常规军事爪牙。据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在的指挥中心也遭到斩首式攻击，几枚高速飞行的导弹划破夜空，直接命中他藏身的建筑。在激烈的爆炸中，哈梅内伊与多名伊朗政权高层当场丧命，整个政教合一体制的权力中枢仿佛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川普的话音里透着满满的胜利感，敌人的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没了，发射架也没了，能打的目标都打光了，还不算赢吗？听起来，美军确实达成了当初设定的军事目标，让伊朗的军事实力遭受重创。然而，帕克并不这么看。在帕克看来，如果最终伊朗没有恢复民主，没有出现一个和平理性的政府，能够和邻国友好合作，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那就称不上真正的胜利。换句话说，至少得把神权统治的政权结束掉，这场战争才能算是赢了。仅仅摧毁一些军事目标并不足够，如果集权神权的根源还在，美国和整个中东乃至世界都无法真正安宁。以这样的标准衡量，目前的局面显然还达不到帕克心目中的胜利。虽然川普总统认为已经击毁了伊朗的军力，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上期节目就提到，有军事专家毕格斯分析，伊朗至少有 75% 的武器装备还深藏在地下秘密设施中，并未在这波空袭中被摧毁。伊朗庞大的弹道导弹库存、地下军工厂、战略物资库存等，许多都掩埋于山体与地底深处，并未完全暴露。也就是说，尽管美军给伊朗沉重一击，但伊朗的军事底牌远未出尽，残存的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仍拥有不小的反击能力，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如果伊朗现政权苟延残喘下来，他还是有可能利用残余力量继续对中东局势造成干扰。因此，真正的胜利，在帕克定义下，是要彻底终结这个神权集权的统治，让伊朗人民迎来新生。在这一点上，美国目前的战果还远远称不上大功告成。那么，美国如果想真正赢得胜利，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实现政权更迭，无非是两条路：要么美军出动地面部队进驻德黑兰，彻底推翻现政权；要么依靠伊朗人民自己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革命，由内部把神权政府赶下台。可是这两条路走起来都充满艰险。首先说地面部队介入，虽然美军空袭摧毁了大量硬性目标，但要清除残余势力，控制广袤国土，稳定政权，更需要地面部队实地进驻。然而，一旦美军大兵踏上伊朗国土，难免陷入长期占领与游击战的泥潭。伊朗境内地形复杂，城市巷战凶险，残存的革命卫队和民兵可能展开顽抗，美军即使强大，也难免出现人员伤亡。大家试想，美国社会会有什么反应？
美国民众这20年来历经阿富汗、伊拉克2场漫长战争，对于派兵海外流血早已极其反感。如果现在又让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去伊朗打一场斩首之后的地面战，一开始可能士气高昂，但随着伤亡增加，国内舆论势必一片哗然。川普总统面临的压力将极为巨大，他多半不愿意冒着政治风险把美军深陷伊朗，因此可以预见川普不会选择全面占领整个伊朗的做法，那么转向另一条路，寄望伊朗人民自己推翻统治，这听起来合情合理，外部压力结合内部起义，双管齐下推倒神权。然而问题在于，伊朗人民还有可能像从前那样走上街头，前赴后继的抗争吗？在经历这些年的血腥镇压后，他们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吗？就在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没有伊朗人民自己的努力，这个政权不可能被推翻。我们已经告诉他们，援助正在路上。我无法预知最终结果，即使伊朗政权不垮台，他的力量也将被大大削弱。大家是不是听出来，内塔尼亚胡的口吻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过去以色列对伊朗强硬时，常常直言不讳地表示一定要终结伊朗政权，把这个中东最大的威胁连根拔除。然而现在，内塔尼亚胡却不再坚持必须由我们推翻伊朗政权这种表态，反而把责任和希望推到了伊朗人民身上。他话里的意思似乎是，我们国际力量已经支持你们了，至于能不能成功，要看你们伊朗老百姓敢不敢再起来造反了。可问题在于，历经这几年的厮杀和血腥，伊朗人民还有力气起来吗？我个人觉得很难了。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革命的热情往往是一气呵成才能成功。事实上，在不久前，伊朗国内就曾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但结果却非常惨烈。大约1个月前，伊朗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在一次镇压行动中残忍地屠杀了约4万名上街抗议的民众，其中许多还是社会精英、学生、知识分子，可以说几乎被屠戮殆尽。这场血腥镇压令伊朗民族元气大伤，民众从激情走向了恐惧，曾经多次走上街头的勇气，在一次次的镇压中消磨殆尽。现在政权残余势力如同困兽犹斗，更加残忍嗜血。人民经历这样的惨痛打击，要他们再一次不计生死地举事，真的太难了。除非美国和以色列能提供极为充分的保护伞，让抗议者们相信自己不会再次被单方面屠杀，否则人们哪里还敢轻启战端呢？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而美国和以色列真有能力，也有意愿派兵去直接保护示威群众吗？以色列自身虽然军事强大，但他不可能大规模派兵进入伊朗内陆，美国更不想重蹈伊拉克的覆辙，于是出现一个两难，不出兵，政权残存，算不上真正胜利，但真要出兵，又代价高昂，风险巨大。那怎么办呢？难道就毫无希望了吗？当前看来，美伊战争陷入了一种微妙的状态，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使其短期内丧失了对外扩张挑衅的能力，但要彻底改变伊朗政权，还缺临门一脚。帕克认为，最终伊朗那个神棍政权还是会垮掉，但这需要时间，不会在极短期内立刻实现。川普总统接下来很可能的选择是在达成初步军事目标后迅速撤军，避免深陷伊朗。同时，他可能下令有限度地占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战略区域，比如伊朗南部靠近海峡的港口、岛屿，部署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这样做有几个用意：一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咽喉，确保伊朗残余势力无法封锁海峡，要挟国际原油运输；二来建立一个前进基地，监视伊朗局势，必要时可以为伊朗境内的反对势力提供后勤支援。美军如果扼守住霍尔木兹要道，相当于掐住了伊朗经济命脉，进可攻退可守，对伊朗政权形成长期压力。如此一来，虽不至于深陷伊朗腹地，却也给了伊朗政权一把悬在头顶的刀，稍有异动，美军可以再度出击。帕克认为，川普很可能采取这样有限介入、长期遏制的策略，把直接推翻政权的任务留给时间和伊朗人民自己。那么问题来了，伊朗现政权的彻底终结还要再等多久呢？既然短期内难以立即垮台，是否有迹象指引着大概的时间表？
帕克本人在这次预言中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日期。然而有意思的是，东方的一些星象学者从日月食的角度推演出了时间窗口，其中一位名叫归元的星象学家画了一张详细的星象图，结合月食、日食对伊朗和中共政权的影响进行分析。归元指出，去年2025年9月7日，伊朗出现了一次全近可见的月全食，也就是俗称的血月。在传统占星学里，血红色的月食往往被视为对国家和领袖不祥的预兆。归元发现，2025年9月7日那次血月给伊朗带来了7大凶象。他详细列举了那天星象在德黑兰上空呈现的种种凶险征兆，认为这预示着伊朗政权将有大难临头。一般来说，月食的影响常常会在半年内显现。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他所言，约莫半年后的2026年3月初，果然美伊战争爆发，哈梅内伊等伊朗最高层在此次战争中被斩首，伊朗政权遭遇建政以来最严重的重创。如此精准的应验，不禁让人对星象的奥秘啧啧称奇。而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2026年3月3日，伊朗再度出现一次全近可见的月全食血月。短短半年内，伊朗2次迎来血月，而且这次3月的血月在占星图上显示出了多达13种不祥的征兆，比上次的7大凶象还要猛烈，仿佛老天在向世人宣告灾厄尚未结束，甚至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同时，2026年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说也是一个微妙的年头。按虚岁计算，伊朗神权政权将满48岁。中国传统说逢九必变，西方文化也有7的倍数之恶。更妙的是，在东方命理中，48岁被视为一个提前犯太岁的年龄节点。种种迹象叠加，归元断言，很可能再过半年左右，也就是2026年8月至9月前后，伊朗将迎来改朝换代，甚至可能出现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更何况，就在2026年8月12日，伊朗上空还将发生一次日全食，太阳被黑暗吞没。日食在传统上常被视为帝王没落的象征。由此看来，伊朗神权政权真可谓在劫难逃，气数将尽。如果归元的推演正确，那么未来几个月将是观察伊朗变局的关键窗口期。眼下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身亡，政权群龙无首，正如断头的巨兽在挣扎。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各自为政，暂时陷入混乱。新的政权形态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又出现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来接替？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来个小哈梅内伊继承神权，那伊朗的未来恐怕依旧暗无天日。帕克对此早有预言。帕克说，他早在去年2025年11月和12月进行年度预测时，就已经预言哈梅内伊会去世。现在这一点应验了。而帕克还预言，哈梅内伊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儿子，也就是小哈梅内伊，最终也会被除掉。也就是说，神权体系的接班人也难逃厄运。帕克看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将长期执行一项任务，持续暗杀伊朗不同的强硬派领导人，一直到伊朗发生革命为止。换言之，现在伊朗政权虽未完全垮台，但已是风雨飘摇。未来只要还冒出顽固的强硬派头目，都可能遭到精确清除，直到伊朗真正爆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帕克斩钉截铁的预言，伊朗最终一定会发生真正的革命，推翻神权统治。那时候，伊朗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呢？帕克的预言相当出人意表。他说，未来最终在伊朗出现的将是一个重视民主的库尔德人政权国家。这意味着伊朗的库尔德族将扮演关键角色。要知道，库尔德族是中东一个跨境民族，在伊朗西北部也有人口分布。如果伊朗经历革命甚至分裂，也许会出现一个库尔德人主导的新政权。这可不是泛伊斯兰的什叶派政教领袖，而是一个世俗的民主政权。而一个由库尔德人掌权的民主伊朗，将让邻国土耳其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土耳其境内也有大量库尔德族人，多年来寻求自治独立。如果伊朗出了个库尔德民主政权，无疑会鼓舞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运动，这对土耳其县政府是颗定时炸弹。所以帕克的这个预言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来新伊朗的性质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更具体的，帕克描述了他看到的未来领袖的形象。这个人不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不是一个身披黑袍的教士领袖，而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男人。从外貌上看，他年纪较大，头顶头发已经不多，穿着西装或者有可能穿军装，但总之看起来非常干练。最让帕克注意的是，他不是宗教人物，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世俗的领袖掌权，最终民主会在伊朗取得胜利，神权统治将成为过去式。这番预言让人不禁联想，帕克所指的会是谁呢？头发稀疏，年纪偏大，西装革履，非宗教人士。符合这些条件的伊朗政治人物其实有好几位。有趣的是，帕克过去曾谈到一个可能的人选，伊朗末代国王的儿子里萨巴列维王储。有观点认为，巴列维家族流亡海外多年，如果伊朗发生革命，里萨巴列维可能有机会回国，成为凝聚民心的象征性人物。帕克也觉得，巴列维王储也许会在革命之后发挥作用，但不会作为真正的统治者，而是作为团结国家的象征。听起来，这情景有点像伊朗变成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类似英国那样保留王室作为国家精神领袖，而实际政权由民选政府管理。帕克甚至提到，未来有些伊朗人挥舞的新国旗中央会有一只黄色的狮子。要知道，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国旗的标志正是狮子和太阳，狮子通常是金色的，这似乎暗示着伊朗可能重新启用昔日王朝的某些象征符号。如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伊朗诞生，既摆脱了伊斯兰神权桎梏，又恢复了某种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身份认同。更令人惊讶的是，帕克说在更久之后，伊朗将会出现一位非常有权势的女性领导人，一个伊朗女性执掌大权，这在当前的神权体制下简直难以想象。要知道，现在伊朗女性连基本自由都受到许多限制，更别提成为国家最高领袖。但是如果未来真如帕克所预言的那样，那将标志着伊朗社会的巨变，女性地位大幅提升，政坛出现女强人，掌舵国家，社会更趋开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帕克对伊朗前景的乐观，最终民主会胜利，人权会得到尊重。以上是帕克基于他自身预知能力做出的关于伊朗未来的图景预测。我们再来看看归元等星象家的推演有哪些细节补充。归元从星象上推断，哈梅内伊等高层被团灭之后，伊朗陷入权力真空，各派势力可能割据一方，伊朗正规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可能会各行其事，一时间缺乏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伊朗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趁势而起，其中就包括库尔德人。归元甚至用了一个中国典故形容美国可能要放蒋出山。所谓放蒋出山，原指中国抗战时期蒋介石被释放出山主持抗战，这里借喻美国可能暗中扶持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或其他反对派，让他们成为推翻德黑兰政权的新兴力量。一旦伊朗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国家可能走向分裂，由不同族群或派别掌控各块地盘，比如库尔德人可能在西北部形成实质自治，波斯本土则建立新的民主政府等等。另外，帕克还分析了未来可能的伊朗新领导人人选。他认为美国不会允许未来伊朗再出现一个延续神权反美路线的强硬领袖，因此很可能在可接受的人选里选择支持。帕克提到了3个具体名字：现任的临时总统佩泽西奇扬、温和派前总统鲁哈尼，以及流亡美国的王储巴列维。他认为新领袖会在这3人中产生。佩泽西奇扬 Masoud Pezeshkian 是一位改革派的政治人物，在当前混乱局势中可能被推举为过渡领导。哈桑鲁哈尼曾担任过总统，是较温和理性的宗教人士，或许能被各方接受。而巴列维王储作为前王室代表，有号召力和世俗形象。如果这3人中的任何一人上台，都意味着神权政体的终结，要么建立开明的共和，要么恢复象征性的君主立宪，但无论哪种，都比现在的政教合一要开放得多。帕克的这一判断和他预见的新领袖非宗教人物的特征是吻合的。未来的伊朗不再由阿訇和大毛拉说了算，而是迎来世俗治理与民主参与。谈完了伊朗，我们把视线转向远东。帕克预言中共必将步伊朗后尘，也就是说，
发生在伊朗的这场巨变，迟早也会在中共统治的中国上演。在帕克看来，美伊战争对中共政权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我们不妨细细剖析其中原因。有学者总结过，伊朗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辉煌而古老的文明，在历史上曾长期引领各自的文明圈，但在近代，他们不约而同地被某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入侵并附体。中国被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鬼魅所附身，建立了共产党集权统治；伊朗则被极端伊斯兰政教合一意识形态所掌控，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这两种外来意识形态刚出现时，都打着民主、自由、清廉的漂亮旗号，自诩要解放人民，反对腐败专制。伊朗当年的霍梅尼革命宣称要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公正的伊斯兰政府；中国的共产革命则号称要推翻腐朽的国民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一开始，他们成功地欺骗了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也欺骗了本国人民，顺利颠覆了原来的世俗政权。然而，讽刺的是，这两个革命后的政权很快就变得比他们所推翻的前朝更专制100倍。伊朗的神权统治者以宗教之名行集权统治之时，社会控制甚至比国王时代更严酷，而中共建立的党国体制比任何封建皇朝都来得集权高压，甚至将集权统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致。两国都一步步走向了某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在伊朗，宗教领袖高居世俗法律之上；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被神圣化，党魁被供奉得如同教主皇帝。在国际上，两国政权也出奇的相似，都把美国塑造成头号敌人，逢美必反，试图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更巧合的是，波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在传统上都自认为是上天眷顾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充满传奇与荣光。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当前所受的苦难也格外沉重，仿佛是上天对他们的试炼。然而很多预言家都相信，这两个民族最终都将迎来光明的结局，那就是解体掉附体在他们身上的邪灵，走向新的重生。伊朗将甩掉极端伊斯兰的枷锁，中华民族也终将驱散共产邪灵的阴霾，各自恢复本来的传统与辉煌。现在，伊朗的巨变已经拉开序幕，那么中共呢？中共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走向它的结局？前面我们谈到的星象学者归元，正好也分析了中国和伊朗在天象上的关联。归元提到，2025年9月7日那次血月，并不仅仅笼罩了伊朗，中国全境其实也能看到。同一天的月全食放在北京上空，呈现了3大凶相，相较于德黑兰的7大凶相少一些。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也许记得，在那前后，中国竟然传出一件离奇传闻。有人说，就在血月之夜，中共高层秘密进行了一场恐怖的活人献祭，一位名字带朦胧的年轻男子被残忍杀害，以献祭血月。这传闻的真假无从证实，但不久之后，我们确实看到中共内部出现异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共军中高层发生重大人事清洗，多名将领被自己人抓捕法办，一时间解放军高层人心惶惶。今年年初，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关键部门都有将军神秘消失落马，据说是涉及政变密谋，被习近平先发制人。也就是说，在伊朗那半年内被美国团灭高层的同时，中共自己也没闲着，他们内部上演了一场未公开的刀光剑影。习近平把一批可能威胁他权位的军头全部拿下。为什么同样的血月，伊朗那边引来了外力斩首，而中共这边则是内斗一场呢？归元解读说，因为德黑兰上空的凶相远大于北京，所以半年的应验期内，伊朗先挨了致命重击，而北京只是折损了几个全斗失败的将军，整体政权暂时还撑着。然而，不要高兴太早。归元强调，由于中共国在2025年9月7日和2026年3月3日连续2次出现全境可见的月全食血月，其累积影响可能更大。只是中共的改朝换代时间点将比伊朗稍晚一些而已。换句话说，老天爷已经给了中共2记红色警钟，虽未立刻爆发，但后劲十足。因此，在归元看来，美国总统川普在拿下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2个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古巴和中共。这番话与美国近期的动作似乎也颇有呼应。
早前美军已协助推动委内瑞拉局势变革，如今又重创伊朗，接下来是否会将目光投向西半球的古巴以及东方的北京呢？有一个标志性的日期值得关注，2026年7月4日，美国将迎来独立日250周年的盛大庆典。美国立国2个半世纪，对全世界的独裁者而言，这一天无疑是个令人生畏的象征日。如果川普政府真有心清除几个长期与美作对的独裁政权，作为献礼，7月4日前后可能会有大动作。有人戏言，与美国对着干的独裁者们都可能被川普一一拿下祭旗，用他们的垮台来为美国250周年庆生。当然，这话带有调侃性，但从目前趋势看，也并非全无可能。古巴的共产政权苟延残喘多年，失去苏联撑腰后本就风雨飘摇，若美国下决心，古巴很难长久挺住，而北京当局才是真正的终极对手。川普如果真要留下一项划时代的历史功业，那终结中共无疑将是最分量十足的一笔。说到中共的宿命，还得看天象。巧的是，北京地区紧接着在2026年8月13日将出现一次罕见的血日10日全食，但因大气折射呈现暗红色日环。日食在中国传统寓意日食天子，对最高统治者极为不利。归元指出，这次北京上空的日全食伴随多重凶相，加之2026年按照中国传统岁数算法，中共建政虚岁78岁，恰逢红阳节、赤马节之年，传说中78岁是极凶险的坎，常有大劫。这些征兆综合起来，预示中共也将面临改朝换代的巨变。时间虽比伊朗晚一些，但恐怕也就在后头不远处了。更神奇的是，最近东方修道界一位自称神官道长的高人发帖，说了一段寓意深远的话：撒旦已经被斩，撒旦复活失败，幽灵已经溃败，处在被淘汰之中，龙族将迎回圣人，神州再现神韵。这几句话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说大魔头已经被砍下头颅，魔鬼复活的图谋失败了，那个附体世间的邪灵正在土崩瓦解，走向灭亡。龙的传人指中华民族将迎接回属于自己的圣人贤主，神州大地将重现神采飞扬的正统文明。这几句话让人联想到的，不正是中共垮台、圣人出现、华夏复兴的景象吗？不管您信不信，至少古往今来的预言中确实多次提到过类似的场景，而眼下发生的这一切，似乎正是在为那一幕揭开序章。有趣的是，上述观点和帕克过去对中共的预言不谋而合。帕克一直认为，中共政权就像是世界乱局中的搅屎棍，在幕后干了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主流媒体没有充分报道而已。帕克举过一些例子，比如英国有多名工党政客沦为中共的间谍，为其窃取情报服务。中共打造的全球间谍网络庞大无比，远超外界想象，渗透进了加拿大，渗透进了英国政坛，渗透到了整个欧洲，甚至把触角伸到了美国的许多角落。他暗示，甚至美国某些高层，比如拜登整个竞选活动的资金，都可能受到来自中共的黑金支撑。这些年，一点点证据正在浮出水面，如同冰山一角，让世人逐渐意识到中共在全球布局多深。总之，帕克的意思是，中共早已在全世界布下密密麻麻的暗桩，妄图操纵国际政经局势，以图最终主宰世界。然而，美国和以色列对哈梅内伊的斩首行动，对全世界独裁者们造成的心理震撼是不可估量的。突然间，专制者们意识到，原来大国领袖也不是高枕无忧的，美军说动手就动手，一夜之间就能要人命。在哈梅内伊倒台的消息震动全球时，北京那边也碰巧出了一桩尴尬事儿。在2026年3月10日，北京正在举行中共两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场景。一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女记者提了一个极其辛辣且具争议性的问题。她冷不防问中共外长，我们看到普京总统过去的许多亲密盟友或者朋友，不是已经下了地狱？比如已故的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就是深陷监狱，如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现在正被美军逮捕审判。现在看起来还留在普京朋友圈的似乎只剩中共和北韩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大家可以想象，会场空气瞬间凝固，这位俄罗斯记者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直接把中共和北韩相提并论，暗示与普京结盟的下场不是下地狱就是坐监狱，把中共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如此直接的调侃，甚至可以说是羞辱，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当场脸色铁青，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这场面虽然很快被中共媒体淡化处理，但视频早已传遍网络，引发哗然。凡此种种，都让习近平内心既愤怒又恐惧，却偏偏无可奈何。哈梅内伊的下场犹如一面镜子，让所有独裁者看清自己的致命处境。习近平近日在内部会议上据说暴怒拍桌，声称要严防敌对势力斩首行动，加强自身安保。然而谨慎归谨慎，帕克也看到中共的贼心是不会死的，就算面临危机，他的本性决定了他还是要偷偷搞事，像毒药一样，改不了毒害别人的习性。帕克警告说，中共暗地里的小动作不会停歇，反而可能变本加厉。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共很可能联合俄罗斯等国进行抱团自保，甚至不惜与美国直接对抗。未来不久，我们可能会看到中俄在某些地区试探性地挑起与美军的冲突，比如在某个第三国战场支援对立方，甚至在局部地区直接摊牌交火。这种冲突一旦开始，势必导致全球动荡，战火和对抗可能蔓延至多个洲际地区。帕克预测，到2030年前后，世界上将会出现许多彼此相关的冲突，看似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但又不完全是传统的大规模世界大战，因为许多冲突可能是在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宣战，却刀光剑影无处不在。他们暗指中共和其盟友会试图对西方发动网络攻击、金融袭扰、操纵股票市场、汇率和舆论，而普通人却浑然不知，这背后是一场无形战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察觉不到的幕后攻防，正在悄悄损害世界经济和安全。这种看不见硝烟的较量，实则危险更大，因为它无声无息地侵蚀国家基础，等到发觉时往往为时已晚。帕克还提醒，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主要反对党工党前面提到已被中共严重渗透，而英国的绿党受到的渗透更甚整个西方的环保运动，某种程度上被极左的共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着，而这背后的推手正是中共和俄罗斯。他们试图用舆论和思想攻势从内部分化削弱西方，听起来像阴谋论，但环顾今日国际政坛，某些亲共亲俄势力确实异军突起，不能不让人深思。不过，帕克最终给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结论：中共国正在进行冰川式瓦解。所谓冰川式瓦解，就是看似坚固庞大的冰川，在底部早已出现裂缝，日积月累，终将轰然倒塌。中共的统治如今表面稳定，实则内部矛盾丛生，民心离散，经济下滑，正处于慢慢崩解的过程中。这种瓦解也许不像苏联那样一夕解体，而更可能是逐步的、不可逆的衰亡。最终的改变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帕克甚至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共高层内部将出现反对线路线的力量。一些有良知或自保意识的官员会暗中形成反西势力，伺机而动。一旦中共内部分裂加剧，习当局为了转移矛盾、维持统治，极可能铤而走险，把赌注压在民族主义战争冒险上。帕克特别点出，中共可能会在2028年前后挑起夺取台湾的战争，试图以对外扩张来转嫁内部危机。台海一旦开战，那将是另一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戏。帕克没有在此次详谈，但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北京真的攻打台湾，美日等国势必强力反制，中共很可能因此加速垮台。就像当年的阿根廷军政府妄图夺取福克兰群岛，结果惨败后政权倒台一样，习近平或许正在走向他最后的豪赌，但是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总之，从伊朗到中共，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权，命运却有着惊人的同步性。一个倒下了，另一个也绝不会独自安享太平。说完伊朗和中共的命运，再把目光拉回中东。我们刚才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后的讲话语气出现了变化，不再强调亲自推翻伊朗，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伊朗人民身上。那么，以色列自己又在盘算什么未来战略呢？
伊朗作为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如今元气大伤，至少短期内无力再对以色列直接构成严重威胁。接下来，以色列很可能把焦点转向伊朗的盟友和代理人，比如黎巴嫩、叙利亚境内的真主党和其他亲伊朗武装。就算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某种停火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就此高枕无忧。帕克预言，以色列接下来将在周边进行一系列军事和地缘布局，为自身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安全环境，甚至带来领土上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在北方边境将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缓冲区。帕克说，以色列将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交界地带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这个缓冲区的范围会相当大，大到甚至包括黎巴嫩境内许多城镇和村庄。表面上看，这么做是为了对付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武装，隔绝他们对以色列的威胁。真主党是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多年来与以色列冲突不断。如果以色列往北推进，控制一大片黎巴嫩南部作为屏障，就可以把真主党的火箭和武装推离本土，更有效地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但帕克强调，这其实是以色列的战略布局的一部分。这个缓冲区的规模将类似以色列此前占领的戈兰高地那么大，甚至更大。最终，这块区域很可能会被并入以色列版图。换句话说，以色列并不打算再把占领区还给黎巴嫩，而是长期控制，最终视作己有。这听起来十分震撼，但以色列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行动。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就一度扶植起一个南黎巴嫩军，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长达20年的实质控制区，只不过后来在国际压力下于2000年撤出。如果帕克的预言成真，这一次以色列的缓冲区会更大、更永久。黎巴嫩政府对此恐怕毫无办法，因为黎巴嫩国力薄弱，内部分裂严重，无力对抗以色列军事行动。以色列只要找个由头，例如清剿恐怖分子基地，就可能长驱直入。而国际社会经过伊朗战争后，对以色列也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不一定会强硬反对。帕克还一直觉得以色列胸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会逐步把约旦河西岸地区完全并入国家版图，并最终重新控制加萨地带，实现对圣地全境的掌控。简言之，就是不再容许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存在。当然，帕克也说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不会一蹴而就。但大的方向上，以色列的目标是扩大生存纵深，把圣经中上帝赐予的土地重新收归犹太民族所有。若真如此，中东地图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方案将彻底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大以色列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也与圣经中的许多预言相呼应。在圣经旧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等篇章，以及新约启示录中，都有关于末后时代以色列人遭逢大患难，最终重建圣殿，领受平安的预言。具体就提到了以色列人终将重建所罗门王的圣殿，恢复古老的信仰仪式。如今所罗门圣殿的原址耶路撒冷圣殿山，因战争和历史原因几经易手，目前耸立着伊斯兰的清真寺圆顶。如果以色列真的全面掌控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那重建圣殿才有可能进行。帕克认为未来不仅如此，各大宗教中的伟大圣者和导师都会再次出现，因为几乎所有宗教都预言了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许多人试图把这些预言据为己有，声称只有他们那个民族或宗教才能迎来救世主，别人都是假的。但是帕克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这场未来的盛世并不属于任何单一民族或宗教，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帕克称之为佛法 Dharma 的复兴。这里讲的佛法并非仅指佛教经典，而是广义上的宇宙真理与正道，可以理解为生命中的精神驱动力，是真善忍的法则，也是一切正信的根源。它的复兴意味着人类将再次受到来自天上的智慧与慈悲的引领，在许多方面超越我们过去的局限。一个新的精神文明时代将由此展开。帕克谈到，在不远的将来，各大宗教预言中的圣人和灵性导师会出现，指引人类走向伟大的黄金时代。无论称之为救世主、先知再临，还是冥王出世，说法不同，
本质却相通，都是昭示着人类将经历最后的考验，迎来全面觉醒。看看当下，我们其实已经站在这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上了。近年来发生的种种巨变，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表面看让人痛苦不堪，但帕克指出，今天的痛苦并非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唤醒我们。正如黑夜最深处往往孕育黎明的曙光，如今人类经历的乱局动荡，正是新纪元诞生前的阵痛。预言存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提前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在巨变来临时有所准备，不至于迷失方向。同样，古代伟大的圣哲先贤们之所以谈论这些末世与新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希望我们保持信心，坚守善良与正直，等待光明的降临。回顾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每一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武力，更取决于正义能否战胜邪恶。以色列未来的版图变化看似强势扩张，却也是为了长久的生存与古老预言的实现。伊朗的未来从黑暗走向光明，是一个民族涅槃重生的希望，而中共政权终将步伊朗后尘，在内忧外患中土崩瓦解，这将解放10几亿生命的未来。种种巨变交织，编织出人类历史新的篇章。我们或许正身处巨浪翻涌的漩涡之中，但请不要绝望。黎明前的天空最为漆黑，然而曙光已隐隐透出天际。也许再过若干年回头看，我们会惊觉自己见证了何等壮阔的历史转折点。当预言一一成真，当邪恶最终溃败，当正义与光明重新照耀大地，人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风雨中秉持良知与勇气，静待暴风雨过后那绚丽的彩虹。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新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
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城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一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
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
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示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5行属火，5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2026年
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习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它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
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犹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迪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迪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迪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迪在预言中指出
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迪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迪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棣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棣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棣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棣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棣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
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二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今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
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棣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棣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棣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棣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棣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
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棣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棣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
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棣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或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
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旁佛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
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迪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迪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迪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迪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上周六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一次惊人的空袭行动，直接斩首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数十名高层领导人。当时哈梅内伊与他的将军们正在德黑兰市中心一栋大楼内秘密开会，美军提供精确情报，以军战机携带精确制导弹药突然在白天发动打击，几枚导弹几乎同一时间击中会议地点，把伊朗最高层一网打尽。哈梅内伊当场被击毙，其家人和多名核心幕僚也一同遇袭丧生。在短短几十秒内，伊朗政权的金字塔顶端就被连根拔起。消息传出后，美国前总统川普立刻高调宣布，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之一哈梅内伊已经当场死亡。但这次行动不是入侵，而是解放。美国将帮助伊朗人民夺回自己的国家，伊朗人民的自由时刻到了。伊朗国内许多民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响热烈，
无数人涌上街头狂欢庆祝，甚至在伊朗军队和警察内部都有人开始悄悄与美方接触，寻求豁免与新政府的合作机会。看来，在经历了几十年高压统治之后，不少伊朗人真心盼望着变天的一刻。那么，作为世界公认邪恶轴心之一的伊朗，其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会就此倒台吗？如果倒台，整个中东乃至世界格局将出现怎样的变化呢？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一系列巨变似乎早已被预言所描述。我们不妨来看看预言是怎么说的。事情的发展几乎完全印证了一位英国预言家的说法。去年6月，美军代号午夜之锤的行动精准摧毁了伊朗的一处重要核设施。在那之后，英国知名通灵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预言，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政府会升级镇压，局势会越来越紧张，最终会爆发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其目标是推翻现有神权政权。帕克断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会消失。他特别指出2026年3月是关键时间点，届时会看到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不仅针对领导层，还包括对剩余核设施的打击。现在回头看，帕克这段预言真是惊人的准确。伊朗经济的确在过去1年迅速恶化，通胀率高达 42%， 里亚尔汇率暴跌，一般民众连面包都买不起。去年底以来，全国各地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浪潮，要求政权改革甚至更替。伊朗当局试图用强硬手段镇压，据传造成超过3万名示威者丧生，血流成河。然而高压并未让局势平息，反而激起体制内有良知者的不满。终于，有人坐不住了。据说正是伊朗内部高层的知情者向美以联军暗中通风报信，提供了哈梅内伊等人那天开会的准确地点和行程。在里应外合之下，美以才能如此精准地发动这次斩首行动。从帕克的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而行动发生的时间点也几乎恰好对应了他预言中的2026年3月关键点。因为伊朗方面正式对外宣布哈梅内伊的死讯时，已经是3月1日了。帕克预言中的每一细节都和现实丝丝入扣，不能不让人脊背发凉，感叹一句，有时候这预言准得真叫人害怕。那么这场震撼世界的斩首之后，事态将如何发展呢？帕克预言说，在第一阶段的领导人被除掉之后，伊朗还将经历一段动荡的过渡期，相当于第2阶段的革命。这期间，社会内部的混乱和派系争斗会进一步加剧，但同时一种古老的波斯精神将被重新唤醒，极端伊斯兰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将开始消退。最终，伊朗将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国家走向复兴，回归传统价值，迈向更加民主开明的体制。更神奇的是，帕克透过他的远视能力还看到，在伊朗动荡之后的过渡期中，会出现一位谜样的女性领袖。这位神秘女子是一名成熟的女性，年纪可能不小了，但非常有能力。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而更像是女性力量崛起的象征，或者说是一场女性解放运动的化身。据帕克描述，这位女性领袖带有强烈的艺术家气质，举手投足透着灵性与神秘感。她将与一位年轻的男性领袖携手合作，共同引领伊朗度过动乱的过渡期，化解伊朗内部各宗教派别之间数千年的恩怨与冲突。在这位女性力量的参与下，帕克看见未来的伊朗进入了一个希望阶段，女性权力大幅提升，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变得更自由开放。他甚至看到人们走上街头，挥舞着红黄两色的旗帜，那红底金狮的旗帜正是昔日波斯帝国，也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旗。人群在呼唤王权的回归，似乎渴望恢复过去君主立宪的荣光。整个国家开始重新认同自己古老的文化与身份，这正是帕克口中的波斯精神重新觉醒的体现。听到这里，不禁让人好奇，伊朗和古老的波斯帝国究竟有何渊源？帕克提到的波斯精神到底指什么呢？还有，他预言中的神秘女子会不会与中国武侠小说里鼎鼎大名的波斯圣女有什么神秘联系？小昭的传人要出现了吗？大家不妨发挥想象，开开脑洞。其实许多人不知道，
伊朗在近代以前的名字并不叫伊朗，古时候它被称为波斯，那里的人自称波斯人。直到1935年巴列维国王才要求各国改称它为伊朗，但许多海外的伊朗人至今仍亲切地自称波斯人。波斯文明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和中华文明一样古老灿烂。更重要的是，波斯人传统上的信仰并不是今天这样的极端伊斯兰教，波斯古老的本土宗教是拜火教、祆教，也就是金庸小说中明教的原型。它的核心教义可以用3个善字概括：善念、善言、善行。简单说就是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因此拜火教也被称作善良的宗教。这种强调良善与宽容的信仰，就是帕克所说的古老波斯精神的精髓。而伊斯兰教对波斯来说，其实是外来入侵者的宗教。现在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的神权政体。在那之前，伊朗经历的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国号依然叫波斯帝国。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社会相当开明世俗，女性可以穿短裙接受高等教育，民众享有较多自由，外交上也亲近西方，甚至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的伊朗曾是中东地区少见的非阿拉伯盟友国，很难想象现在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的以色列和伊朗，在半个世纪前竟是交好互信的伙伴吧。只可惜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进入神权独裁的黑暗时代，一切都改变了。虽然至今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许多伊朗人依然怀念着从前那段比较自由富足的好日子。这次哈梅内伊被击毙，伊朗局势巨变之后，我们看到相当多伊朗民众表达了对川普的感激之情。有人甚至把川普和历史上的居鲁士大帝相提并论，认为川普将成为拯救伊朗、重建中东秩序的关键人物，更可能帮助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迎接救世主弥赛亚的再次降临。大家可能要问了，居鲁士大帝何许人也，竟能和耶稣基督相媲美？为什么说他能帮助重建圣殿，迎来弥赛亚呢？这就要从2500年前的一段历史说起。居鲁士 Cyrus 是古波斯帝国最著名的君王之一，以仁慈宽厚著称，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被圣经授予最高荣誉耶和华的受膏者的非犹太人。受膏者在希伯来语中念作弥赛亚 Mashiach， 在古希腊语中译作基督 Christos， 原指被神赐予权柄和使命的人物，比如以色列的大卫王就被先知高立为受膏者。后来这个称号逐渐专指上帝应许的救世主，所以受膏者这个词对犹太人而言是无比崇高的赞誉。那摩居鲁士凭什么能得到这个几乎与救世主等同的称号呢？原因就在于他帮助犹太人重建了第二圣殿。故事回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大约3300年前，圣经记载的先知摩西带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出埃及，重返祖先之地迦南，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在旷野漂泊途中，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赐给摩西2块石板，上面刻着被称为十诫的律法，包括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做人处事的基本道德戒律。犹太人将十诫奉为神圣的盟约，他们为了妥善保存这2块石板，制作了一只华美无比的金木圣柜来盛放石板，这就是传说中的约柜。约柜在犹太人眼中至高无上，被视为上帝同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征。后来犹太人在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圣殿，将约柜安放在殿内至圣所，供奉敬拜上帝。这座由所罗门所建的就是第一圣殿。可惜好景不长，大约500年后，以色列人逐渐偏离了十诫，道德沦丧，不再敬畏神，结果招致灾祸。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入侵耶路撒冷，彻底毁坏了第一圣殿，传国宝物约柜也在那时下落不明。大量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沦为奴仆，开始了所谓巴比伦之囚的苦难时期。又过了7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粉墨登场了，他率领波斯军队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不仅将被掳的犹太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返回故土重建家园，还主动资助他们重建圣殿。可以说，没有居鲁士就没有犹太人的第二圣殿。
犹太民族对这位异族君王的恩德感激涕零，于是破例用他们的最高荣誉头衔受膏者来尊称居鲁士，视他为上帝拣选的器皿。在犹太人的信仰体系中，这是非犹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了。又过了约500年，犹太人历史上再度犯下滔天大错，他们不仅没有相信上帝派来的弥赛亚耶稣，反而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被视为犹太民族的巨大背叛与堕落，最终导致上帝的震怒。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了第二圣殿，耶路撒冷满目疮痍，犹太人被赶出故土，开始漫长的流散岁月。此后2000年，犹太人亡国流离，圣殿不复存在。然而上帝是仁慈的，圣经的末世预言中说，在最后的日子，弥赛亚降临之时，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将重返家园，建立国家，圣殿也将再次重建。这未来的圣殿被称作第三圣殿。犹太人复国曾经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消亡了2000年的国家还能死而复生。但1948年以色列奇迹般的复国了。以色列人重建家园后，心心念念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第三座圣殿，因为按照预言，那将标志着弥赛亚时代的开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圣殿研究所 Temple Institute， 从事重建圣殿的各种筹备工作，培训祭司，按照圣经指示制造圣殿所需的器具与乐器，收集相关文物等等。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预兆也陆续出现了。比方说2022年，他们成功培育出了5头纯正无瑕的红母牛。要知道，通体毛色红褐且毫无杂毛的母牛极其罕见，但圣经明确记载，献祭红母牛所得的洁净灰是重建圣殿进行仪式洁净的关键条件。因此，红母牛的出现被很多预言研究者视为圣殿即将重建的重要天兆之一。如今红母牛都有了种种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问题来了，圣殿可以重建，但存放在圣殿核心至圣所内的约柜呢？它可是圣殿的心脏，没有约柜，再雄伟的圣殿也是空有其表的壳子。然而约柜自从2500年前消失后，就从未重现人间。犹太人虽然深信约柜还在人世间某处，但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个谜。现在有谁能找到这上帝的圣柜吗？出乎意料的是，有迹象显示约柜可能已经被找到，而找到它的不是别人，正是拥有各种黑科技的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启动过一项高度机密的超长计划，代号为太阳光束计划 Project Sunstreak。这个任务利用具有遥视能力的特异功能人员远程探测隐蔽目标。所谓遥视，就是超越时空限制观看远方事物的能力。在2000年，一份 CIA 解密报告显示，传说中的约柜被遥视者找到了。参与实验的是一位编号为032的遥视者，他事先并不知道要观察的目标是什么，只获得了一组代号坐标。按照指令，他进入冥想状态，开始看见了某个中东地区地下深处的场景。他描述道，那里有一间隐秘的地下室，藏着一个由金银和木头制成的容器，外表装饰着6翼天使的图案，容器的样式和特征和传说中的约柜非常吻合。遥视者接着观察到，地下室上方的地面建筑看起来像一座伊斯兰圆顶清真寺，周围说着阿拉伯语的人们身穿白色长袍。他感受到这个神秘容器散发出强大的灵性力量，仿佛受到某种神圣的保护，并在报告中记录到，这个目标与仪式、记忆、致敬和复活有关，具有强烈的精神与历史意义。如果未经授权强行打开容器，将遭某种未知力量毁灭。如果他的远程观察真实无误，那么很明显，约柜如今被珍藏在某个阿拉伯国家境内，而线索直指耶路撒冷最敏感的地方——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地下。众所周知，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正是建在昔日犹太圣殿的遗址上。如果约柜果真在那清真寺底下的密室中，对以色列人来说，想取回来可就太难了。怎么办呢？总不能硬抢吧，那还不得引发宗教大战？不过现在有川普在啊。事实上，最近发生的这场斩首行动，伊朗政权巨变，在许多宗教预言研究者看来，
很可能正是末日降临的前奏，而推动这一切剧本展开的，居然是川普。上面提到，不少人把川普比作圣经中的居鲁士，认为他肩负特殊使命。这么想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连圣经本身似乎都预言到了这一幕。圣经的耶利米书第49章就记载了一个关于末世的预言，对象正是伊朗古称的以兰 Elam。 经文写道，我要折断以兰的弓，那是他们力量的支柱。耶利米书49:35又说，我要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49:38最后预言，到末后的日子，我要使以兰被掳的人归回。49:39我们来解读一下，折断以兰的弓象征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意味着终结极端伊斯兰政权，在那里建立新的统治，灭绝君王和首领。对应的岂不正是哈梅内伊与一众高官在此次打击中被除掉吗？最后说末后的日子使以兰人归回，被许多人解读为伊朗民众将从神权暴政中解脱，恢复自由，重新寻回真神，甚至基督信仰将在那片土地复兴，而这一切正是末日即将到来的征兆之一。不得不说，耶利米的这段预言如今几乎句句应验，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关于末世的圣经预言，以西结书也提到过一场规模空前的终末战争。先知以西结预言，在末后日子将有一支来自极北方的联军入侵以色列，其中就包括波斯 Persia， 也就是现代伊朗，还有来自马各之地的统治者哥格，一般认为指向北方的强权俄罗斯。以西结形容，那一场战争中联军铺天盖地而来，看似不可阻挡，但结果却是他们遭遇上天降下的可怕灾难而溃败，硫磺火焰倾泻，大地震动，北方联军最终被彻底毁灭。对古人而言，这种景象犹如火山喷发，但现代人不难联想到核武器或大威力导弹袭击的画面。现实中，当今国际上普遍被视为邪恶轴心的3个国家，伊朗、俄罗斯和中共中国，正好对应了预言中的波斯、伊朗、马各之王、俄罗斯，以及可能的东方敌对势力。巧合的是，这3国近年来相继都被川普政府狠狠打击过。美国对中共发动贸易战和科技围堵，俄罗斯在美国的支援下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潭，而伊朗如今更是被打得元气大伤，政权摇摇欲坠。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把川普比作现代的居鲁士就不奇怪了。他是一个立场鲜明、支持以色列、对极端势力绝不手软的领袖人物，而预言中重建圣殿所需的国际环境，或许正需要这样的强力推手。试想，如果在川普的努力下，伊朗最终真的完成变天，如预言所述，抛弃极端的伊斯兰神权体制，甚至有可能转而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或者至少恢复古波斯拜火教那种温和开明的文化传统，那将扫清以色列重建第3圣殿的最后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其实分成2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逊尼派占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约85%到90%，是伊斯兰的主流。他们的宗教领袖由社群推选产生，相对而言比较开明温和，不太容易出现极端独裁的政权。而什叶派只占穆斯林总数的1%左右，主要集中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地。什叶派虽人少，却往往宗教狂热，更倾向政教合一的体制。当今许多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如 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塔利班，严格说来其实都属于逊尼派极端分支，部分混合了极端瓦哈比思想，并非什叶派。而伊朗本身则是什叶派的大本营，也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武装的靠山，同时暗中援助着一些逊尼极端组织对抗以色列。可以说，在中东持续煽动对以色列仇恨、破坏和平的最大幕后黑手正是伊朗。而伊朗背后又有俄罗斯和中共在经济军事上提供支撑，所以如果你觉得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好像动不动就极端暴力，与以色列不共戴天，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多数穆斯林国家和民众是和平理性的，与以色列长期冲突对峙的主要就是以伊朗为首的那一小撮极端势力。川普在强力打击伊朗政权的同时，反而和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走得很近，他促成了阿联酋、巴林等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及著名的亚伯拉罕协议，也获得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大国的默契支持。这些国家甚至开放领空和基地让美军使用，以共同对付伊朗这个区域麻烦制造者。可见，如果川普真的把伊朗这颗危险的钉子拔除了，在他的斡旋下，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很可能进一步改善甚至破冰。到那个时候，有关归还约柜、重建第三圣殿的敏感议题，或许真的能被提上议程。试想，当极端分子失去靠山，中东迎来难得的和解气氛，以色列是否就有机会顺利地动工重建圣殿，并公开迎回尘封已久的约柜呢？如果第三圣殿真的矗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那将会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画面。您觉得届时传说中的救世主弥赛亚会否真的出现呢？而如果弥赛亚再次降临，人类最终的末日审判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欢迎大家在评论中留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拭目以待。一位美国的基督教预言家布兰登·比格斯 （Brandon Biggs） 在2026年1月发出强烈警告，他预言川普总统即将遭到刺杀，而且这场暗杀事件会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说刺客虽然是俄罗斯人，但幕后黑手牵涉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当局，美国将对欧洲展开前所未有的报复性攻击。美国和欧洲会兵戎相见吗？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布兰登的意象细节惊人，我们不妨一步步来看看其中原委。布兰登·比格斯可不是无名之辈，他早在2024年3月的一段网络直播中曾预告，我看到川普将遭遇刺杀，子弹从他耳边掠过，许多人当时将信将疑。然而几个月后，震惊全美的事件发生了。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造势集会上真的遇刺，枪手突然开火，一颗子弹擦过川普的右耳，近距离掠过他的头部，震碎了他的鼓膜。所幸川普仅受轻伤，特勤人员当场击毙了凶手。这起惊险的暗杀未遂验证了布兰登的预言，细节之准确令人啧啧称奇，连子弹掠过耳朵这种细节都不差分毫。由于有过精准命中的记录，布兰登的最新预言格外引人关注。2026年1月下旬，布兰登在一次直播分享中神情凝重地描述了他近日得到的异象。他说1月19日深夜，他正打算直播时，却忽然感到主的临在，耶稣的异象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今晚不要直播，我要你安静下来，我有话单独告诉你。布兰登惊觉事态严重，立即顺服停播。接着他声称从主那里收到了一则可怕的讯息，你的总统即将被刺客除掉，上帝警示他，这将是对美国的一场巨变，要他务必让整个教会为此事代祷。主还责备说，骄傲已经进入川普的心，川普听信了一些不敬虔的人的建议来处理国际事务，结果为灾祸开了一道门。布兰登明白，这一指川普在重返白宫后锋芒毕露，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和不少赞誉，逐渐有些自满忘形。他身边一些不敬神的人给了他骄纵强硬的策略，让他忘记是上帝拣选了他并赐予他权柄。如果川普不赶紧谦卑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布兰登接着描述了一连串令人不寒而栗的异象。在异象中，他看到川普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一个关于伊朗的重大决策。主一次次催促川普去按下按钮，仿佛暗示川普应对某个威胁采取果断行动。时间所剩无几，然而川普在异象中犹豫不决，似乎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动。布兰登说，最终他看见川普按下了一个决定性的按钮，但那决定并非顺服神的指引。同一时间，他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围盘踞着邪恶势力，蛊惑着普京的心智走向升级战争的道路。空气中充斥着武器轰鸣的回声，而且不是普通武器，仿佛有非常规的大杀伤力武器即将现身战场。布兰登还看见欧洲大地出现成片新掘的坟墓，各国开始大规模征兵。那些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越战的老人们掩面哭泣，不敢相信战火的梦魇将要重演。甚至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卷入了这风暴。布兰登看到一艘艘来自中国的货船无法抵达，美国的供应链中断，
医院医疗物资告急，食品供应链也崩溃了，整个世界仿佛被推向一场前所未见的全面战争边缘。在这动荡诡谲的画面中，一个细节引人注意。布兰登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满脸怒火，似乎因某件事对川普怀恨在心。在意象里，马克龙捂着眼睛，好像眼部有伤，血管破裂般的淤伤，正用墨镜遮掩，但川普公开场合作弄地，嘲笑了他，让马克龙颜面尽失。马克龙气得眉毛直跳，随后在某次演说中阴沉地放话，也许我们该考虑与俄罗斯联手了。这一幕显示法国领袖对川普的不满达到顶点，甚至动念要倒向俄罗斯的怀抱。这些场景或许象征西方同盟出现裂痕，美欧之间针锋相对的暗流已经涌动。紧接着，布兰登说，他在林中看到一个骇人的时刻，川普真的中了刺客的冷枪。画面一转，仿佛是在某个机场停机坪附近，川普总统身旁隐约可见一架很像空军1号的大型飞机，周围一片警戒，但危机竟然来自极远方的暗处。布兰登仔细描述刺杀的细节，远处地面上浮着一个全身黑衣的狙击手，黑色上衣和长裤，脚穿黑色军靴，头戴一顶特种部队常用的伪装帽，整个人趴伏在地面，如毒蛇般隐蔽耐心。他手中的狙击步枪巨大漆黑，枪口装有消音器，枪上架着高倍精确瞄准镜，甚至枪口还闪着红外跟踪的微光。那是一支大口径武器，布兰登形容口径达到50，可见火力惊人。只见这名刺客屏息凝神，透过瞄准镜紧盯着远方的目标。突然间，一声闷响划破天际，砰！布兰登惊呼，他亲眼看见那致命的子弹撕裂了川普总统的身躯，高速的弹丸几乎洞穿了川普的身体，血花迸现，场面惨烈无比。堂堂美国总统中弹倒地，特勤局人员一瞬间全懵了，他们四下张望，却根本找不到敌人来源，一时间不知所措。周围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陷入混乱和恐慌。这惊骇的一幕宛如电影情节，却在布兰登的意象中历历在目。预言中的这颗子弹极可能是致命的。假如川普这次真的不幸身亡，那将会发生什么？布兰登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更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说，川普一倒下，眼前立即浮现出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景象，美国仿佛瞬间展开对敌对势力的疯狂报复，而报复的对象竟是在欧洲。布兰登形容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欧洲大战，无数导弹如雨点般倾泻，从未有过的规模轰炸降临在欧洲大地上，导弹拖着烈焰撕裂长空，城市在火海中颤抖。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在布兰登看来是史无前例的，震撼程度远超以往任何世代经历过的战争场面。大地震动，万物仿佛哀鸣。布兰登甚至说，他感到整个国家和世界都为之颤抖，一切秩序都被撼动。这场毁灭性打击发生得非常快，非常突然，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为什么美国能在瞬息之间就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攻击？布兰登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川普早已设定了一项极端预案，如果他本人遭遇不测，美军将立刻以残酷武力进行报复。他的意向暗示，在川普的授意下，美国制定了某种玉石俱焚的报复机制，一旦总统被暗杀，美军无需等待冗长程序，就会自动对幕后黑手予以毁灭性打击。这或许解释了导弹雨何以会在刺杀发生后立刻倾泻而下。布兰登说，他所见是一场动用了常规武器的狂轰滥炸，但规模和凶猛程度几乎等同世界末日，各种导弹、战机齐上，没有任何缓冲。第3次世界大战的战幕就在川普倒下的那一刻轰然拉开。朋友们听到这里可能跟布兰登本人一样震惊，美国和欧洲之间真的可能爆发战争吗？毕竟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欧一直是牢固的盟友，美欧同属北约，在冷战中并肩对抗苏联，在现代国际秩序中更是唇齿相依。然而布兰登预言的画面颠覆了我们对国际局势的认知，美国居然对传统盟友欧洲痛下杀手，这听起来几乎令人无法置信。要知道，美国宪法规定了严格的开战程序，即使总统想对某国开战，也必须经国会授权。
以美国国内政治现实而言，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见得会全盘支持对欧洲宣战，而民主党更不可能投票允许总统挥军。欧洲那几乎等同于自己多年盟友决裂，自毁长城。正因如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布兰登意象中那种即时世界大战的场景更像是一种象征或比喻，表示川普若被害，将引发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冲突，而不一定字面上指美军立即轰炸欧洲城市。换句话说，预言中的第三次大战或许象征国际秩序的崩裂，美欧关系急剧恶化，西方盟友反目成仇，全球陷入空前的混乱和对立，人心惶惶，各国迅速选边站队，新的对抗格局形成。即便不真的是导弹齐飞，也很可能出现经济上的全面对抗，外交上的剧烈冲突，甚至局部的军事摩擦，让世界重回几十年前阵营对峙的黑暗时代。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极端情况下发生热战的可能。历史上，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往往就是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匈帝国的储君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塞拉耶佛被一名青年刺客暗杀。谁能想到，一介青年刺客扣动扳机后，不到2个月，欧洲大陆即燃起战火。由于各国同盟条约的连锁反应，这一桩刺杀事件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战争浩劫。同样道理，如果2026年美国总统川普果真遇刺，其影响将远远超过美国国内政局本身。首先，凶手的身份和幕后黑手将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如果证据指向某个国家或势力，美国民众和政界的愤怒将难以抑制，要求报复的呼声会压倒一切。在巨大的悲愤压力下，美国政府未必会按常规行事，很可能火速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报复，以振奋民心。特别是川普本身在任内就强调以牙还牙的强硬作风，一旦他生前预设了自动报复机制，那么即使国会尚未正式宣战，军方也许已经奉命行动。如此一来，战争就可能先斩后奏的爆发。那么，谁会是美国锁定的报复目标呢？布兰登的意象给出了线索，他明确指出刺客是一名俄罗斯人，但话锋一转，强调这并不一定代表俄国政府直接下令。他更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暗中与刺客谈判，商讨对策，显示此人背后另有图谋，是马克龙和俄国某股势力的合谋。换而言之，预言揭示刺杀川普的阴谋牵涉复杂的国际黑手，并非简单的个人仇杀或恐怖组织行动。那么马克龙和俄罗斯政府为何要如此不惜代价除掉川普？这背后的动机需要仔细解析。先来看俄罗斯方面，从现实政治考量，普京现阶段其实没有明显动机去暗杀川普。川普在政治立场上相对其他美国政客，对俄态度算是友好。他过去曾表示欣赏普京的强势作风，主张可以和俄罗斯谈判做生意，并不热衷于像前任那样对俄全面强硬。如果川普在任，美俄关系理论上比在民主党执政时要缓和，普京何苦去冒刺杀美国总统这等惊天风险，自找灭亡？暗杀一国元首通常会被视为战争行为，一旦东窗事发，俄罗斯将面临毁灭性报复，这对普京毫无好处。相反，真正视川普如眼中钉，非除之不可者，很可能是另一方势力，欧洲旧有的全球主义集团与他们幕后的盟友。川普的民族主义议程和美国优先政策，在他第一任期内就令许多欧洲传统建制派领袖如坐针毡。布兰登在分析中指出，马克龙及欧盟那些老牌左派政客长期将川普视为欧洲现存秩序的巨大威胁。回顾川普执政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确实处处损及欧洲旧秩序的利益。例如，川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动摇了欧盟极力推行的气候政策根基。他多次施压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直接冲击欧洲各国的财政和安全观。他对欧盟国家祭出关税制裁，批评欧洲对美贸易顺差，打乱了欧洲经济布局。更重要的是，川普强烈反共，视中共为头号威胁，极力要求欧洲盟友与美国一同围堵中国。在川普压力下，欧洲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依赖，这动摇了许多欧洲既得利益者与中国之间的深层勾连。可以说，川普的路线若持续推进，
将导致欧洲传统精英势力的权力版图剧烈改变。欧盟左派可能在内外交困中失势，欧洲的右派民族保守势力则受到川普鼓舞而崛起。对热衷推动欧洲一体化加全球主义的马克龙们而言，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因此，如果川普成功连任并强势推行他的新世界战略，最有动机拼死阻击他的恰恰是那些守旧的全球化势力，包括欧洲的建制派精英，隐然与之结盟的中共当局，甚至美国国内反川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或许深知以选举或政治手段难以扳倒声势浩大的川普运动，于是铤而走险，图谋以极端方式做掉川普，来个永绝后患。而实施这一阴谋时，使用一个俄罗斯籍的刺客正可以一石三鸟。其一，将暗杀嫁祸给俄国，激起美国朝野强烈的反俄情绪，把矛头引向普京。其二，挑拨美俄关系，毁掉川普原本可能改善与俄交往的努力，让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强权彻底对立，减少美俄联手对付中共或其他势力的可能。其三，一旦美国把怒火烧向莫斯科，欧洲表面上仍是美国盟友，甚至可以假意站在美国一边坐收渔利，但实际上却达成了除掉川普的目的，还成功地阻断了川普联合俄罗斯围剿中共的全球新战略。可以想见，北京当局和某些欧洲势力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早已绑在一起，他们最不愿见到的就是美俄和解，一致对付中共。所以，这股全球旧秩序的力量有充足的动机密谋刺杀川普。那么，布兰登所说的俄罗斯刺客又会是谁呢？既然普京可能性不大，那就可能是被幕后黑手收买或操控的俄籍人士，比如可能是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无直接关系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或退役特种军人，甚至前瓦格纳雇佣兵受雇执行此任务，也可能是某个反普京的流亡特工，成为西方秘密势力的棋子。总之，从预言细节看，刺客技艺高超，受过军事训练，拥有精良装备，这不像一般临时起意的狂热分子，更像是有幕后组织支援的职业杀手。布兰登强调，刺客是俄罗斯人，但不代表奉普京之命，显然是提醒人们不要被表象迷惑。真正可怕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这块表面的皮，而是躲在背后驱动这只黑手套的手。那黑手极可能就是国际上盘根错节的全球旧秩序势力。暗杀一旦发生，美国国内局势也将瞬息万变。在预言中，布兰登看到了川普倒下后，美国政府权力中枢的动荡景象。副总统万斯推测为 JD。 万斯身处一片死寂的焦黑橡树林，光秃秃的橡树没有叶子，像经历了烈火灾难，只剩6-7根焦黑的树干孤零零矗立在雪地上。万斯一身黑色长风衣，在萧瑟的冬日橡树林中艰难前行，橡树象征岁月年轮，这诡异景象似乎隐喻着美国将经历6到7年的黑暗劫难。接着，万斯推开白宫的门，走进总统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此时他的夫人站在门边，偷听室外谈话。预言中，万斯的妻子挺着大肚子，已经怀孕临产，身穿一袭带有绿黄刺绣的粉红色印度风长袍，或许暗示着一种新生命即将诞生，又或者是某种文化融合的隐喻。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布兰登提到在万斯妻子身旁有一位名叫艾瑞克的女士，以发言人身份在面对媒体采访，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总统夫人的朋友。据了解，艾瑞克正是知名青年保守派意见领袖扎里·科克的遗孀。科克先生在预言场景中同样遭到暗杀身亡，这意味着除了川普本人，可能还有其他支持川普的政界人士在这场阴谋中遇害，令人不寒而栗。媒体的聚光灯都打在这位艾瑞克女士身上，她成了万斯夫人对外发声的代理人。这些细节耐人寻味，似乎在暗示万斯临时代理了总统职务，但国家处于极度危机，以至于第一夫人都需要朋友代言发声，稳定人心。更令人侧目的是，美国政府临时权力架构也浮出了水面。布兰登看见前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也都出现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内，其中卢比奥被指为第2号人物，德桑蒂斯则是第3号人物。
这令人联想到总统继任顺位，按美国法律，总统殉职后由副总统继任，之后是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再往后才轮到内阁国务卿等。不过卢比奥和德桑蒂斯都不在法定继任序列的前列，他们同时出现在领导核心，或许意味着在大动荡下，美国政权可能出现非常规权力安排，也许是川普阵营在生前就部署了接班梯队，例如让卢比奥出任新副总统或代理国安高层，德桑蒂斯负责军事或国内安全等，以应对非常时刻。无论具体如何，布兰登的预言揭示出川普一旦出事，美国将进入高度戒严与权力再分配的状态，整个华府如临飓风，权力核心面临洗牌。我们可以想象那场景，白宫上空乌云密布，肃杀的寒风围绕首都呼啸，示威与骚乱可能在全美多地爆发，金融市场也剧烈动荡。川普的支持者震怒悲痛，要求彻查阴谋，报复凶手。反对者中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担心国家前途。军队和安全部门全面戒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正席卷而来。布兰登用一句话总结他所见：当时美国正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简直是人间炼狱。白宫周围刮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猛烈风暴。回到预言的源头，布兰登强调这一切并非上帝的心意，而是人类骄傲与邪恶使然。他说主告诉他们把川普高高举起，仿佛美国的救主，但拯救美国的只能是我，上帝。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任何人，哪怕他是川普总统。这段话寓意深长，或许正是因为太多人，包括川普本人，将川普视作力挽狂澜的救星，这种自负和崇拜已经冒犯了天意。上帝不容有人窃取他的荣耀，所以哪怕是川普若骄矜自恃，不归荣耀给神，也终将自食恶果。傲慢是所有信仰传统中都被严厉警戒的致命弱点。圣经中傲慢被列为七宗罪之首，佛家经典也说慢为三障之首。人类历史中无数英雄豪杰最终败于自负，连天使长路西法、撒旦不过也是因为傲慢背叛上主而堕为魔鬼的。在布兰登眼中，川普目前正面临这样的灵魂考验，如果他不戒除骄傲，谦卑顺服神，他所开启的伟业将遭遇可怕的拦阻。读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预言既然如此骇人听闻，我们该抱着什么心态去看待？把它当作板上钉钉、无法更改的未来吗？其实，在宗教传统中，预言的意义往往不在于精准预报未来，而在于向世人示警，促使人们改过迁善，以改变未来。布兰登的预言正属于这种条件式预言。他本人一再强调，未来会随着人的回应而改变，也就是说，预言中的灾难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听到警告后采取行动，命运之路可能大不相同。圣经中有著名的先知约拿的故事，他奉神之命预告，邪恶的尼尼微城40日后必倾覆。可尼尼微人从君王到百姓痛改前非，披麻蒙灰忏悔，上帝便收回成命，灾难没有发生。同样地，布兰登此次将异象公诸于众，就是希望能唤起美国民众和川普阵营的警醒，以祈祷和行动来扭转这场劫难。事实上，布兰登过去的一些预言最终并未发生，他认为这正是因为人们的祈祷产生了作用。例如，他曾预告过美国将出现全国性的大停电、股市崩盘等等，但迄今尚未成真。支持他的人相信，或许是因为许多人提前警醒祷告，上帝因此延迟或取消了这些审判。在这次预言中，布兰登已经呼吁全美教会一同祷告守望，为川普的生命安全代求，为国家前途祈求上帝怜悯。他自己也表示，已经将此意向告知教会长老们，一起为此迫切祈祷。除了祷告，预言中也隐含给川普本人的忠告，那就是保持谦卑，寻求上帝的引导。布兰登相信，上帝拣选川普不是没有目的的。如果川普愿意悔改傲慢，虚心依靠神，他还是可以成为带领美国走出危机的器皿。在布兰登以往的信息中，他提到过，川普必须自主地跪下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重要性。如果川普愿意如此行，他将得到从天而来的智慧和恩典，成为真正蒙光照的领袖，带领美国度过风暴，击败黑暗势力。相反，如果他刚愎自用，
听信不敬钱的谋士，那等待他的就可能是布兰登意象中那条悲剧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布兰登的预言并非孤掌难鸣，在东方世界也有类似的预警在回响。一位自称通晓灵视的华人预言家东方神官曾于2025年9月放出一段视频预言，西方的高龄已经宣布不再保护那位金发的西方大国领袖，因为他不听话，他的对手将不择手段对付他，所以这位领袖随时可能不存在，由他的替身来接管。而一旦如此，该西方大国内部将出现局部内战和重大天灾。这段听来神秘莫测的话，如今回看，难道不正是在暗示川普可能遭遇不测，甚至被替身取代的巨变吗？当时很多人听过只当茶余饭后的灵异谈资，但联想到布兰登的警告，不禁让人背脊发凉。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预言者，居然都点出一位金发领袖可能突然被迫退出的情节，还都预见其后国内会陷入混乱。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大事将至，给不同的人都敲响了警钟？除了民间先知，事实上国际局势本身也在释放不祥的信号。俄乌战争仍在焦着，台海和中东等热点暗流涌动，连法国知名学者都感叹，第3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打响，只是我们身在局中未必察觉。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大背景下，一颗子弹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假使川普遇刺，美国对凶手背后势力的报复行动无疑将把现有冲突全面引爆。那时中共会不会趁机侵台？伊朗会不会联合盟友攻击以色列？北韩会不会蠢动？这一连串连锁反应都可能因为美欧决裂、全球秩序瓦解而被推向失控。布兰登曾预言，真正空前的冲突正在蓄势待发，它将揭开世界大战的序幕。他甚至描述了中东叙利亚发射生化武器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毁灭大马士革，以及土耳其号召阿拉伯联军入侵以色列等可怕场景。如果这些也在未来上演，那无疑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这一切听来虽然恐怖，但也不是没有希望的转机。布兰登强调，在幕后黑暗中将有熊熊燃烧的信仰复兴之火。他看见一边是战争、瘟疫、科技失控等灾难酝酿，但另一边，上帝也在软化人们的心，一场前所未见的属灵觉醒正在酝酿。甚至一些好莱坞明星、科技巨头的灵魂都开始苏醒，投入这场对抗黑暗的属灵复兴。或许上天允许这些危机临近，正是为了击碎人类的傲慢与偏见，使更多人谦卑，寻求更高的意义。在大审判与大复兴的双重剧本中，人类其实握有关键选择权，将命运推向毁灭深渊，还是引向光明新生。面对布兰登，川普将遭刺杀引发3战的惊人预言，我们每个人都不禁要思考，未来真会如此残酷吗？还是说，上帝在透过预言给人类最后的觉醒机会？川普总统会否因此警醒，改变他的态度和行动？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会否团结祈祷，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亦或一切终将无可避免地走向预言中的剧情？正如布兰登所说，未来并非铁板一块，预言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映出人心的善恶抉择。也许预言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现在就行动，去避免它成真。如果人们选择无动于衷，那么预言中的风暴可能如期而至。但如果我们选择悬崖勒马，恳切祈求并推动改变，也许悲剧就不会降临。我们眼前有2条路，一条通向世界大战的深渊，一条则可能迎来道德与信仰的复兴。我们期盼川普和世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历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毕竟，预言的目的从来不是让人坐以待毙，而是唤醒人心，在黑暗中寻找改变的契机。让我们拭目以待，怀抱警醒与希望，祈愿这场预言中的浩劫最终不会成真。